外交部周五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同一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这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政府全面介绍中国同某一地区合作成果的首部白皮书。白皮书全文约2.1万字，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等8个语种发布，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3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包括4个部分，分别是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断拓展新时代中非各领域合作，坚定不移巩固相互支持，奋力开创中非关系新局面。再过2天，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的部长级会议将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幕。习近平主席将以视频的方式亲自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表示，这个时候发布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对非政策的理念，以及新时代中非合作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迎接论坛达喀尔会议的胜利召开，增进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的了解和认知。其实说到中非合作呢，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就非常的好。那么呢，这一次白皮书的发布那在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上，确实还是很有它的特殊性的。疫情冲击，那么这个全球化的结构，包括现在的这个气候变化，其实这3点呢，其实都是体现了这个时期的特殊。作为18大以来全面介绍中国同某一地区合作成果的首部白皮书，为什么会特别选择中非合作呢？吴江浩介绍，是因为中非关系非比寻常，一是非洲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二是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和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帜，三是中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非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始终坚定的相互支持。大家可能也都记得，毛主席当年说过一句话，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那么今后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初心，我相信都不会改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中国自身成功的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而言，具有极好借鉴意义。那非洲现在它的平均年龄才18岁，那么到未来到2050年呢，全球几乎1半的劳动力适龄人口都在非洲，所以说就业对非洲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他们很缺少这个外汇，所以呢，我们更应该利用当地的优势，那么在当地生产产品，然后同时面向全球去出口，这样的就业出口创汇，其实是真的能够帮助到非洲。白皮书中呢也提到了我们在对非合作中呢是真实亲诚这样的正确的义利观，所以其实在中非合作的这个角度，我们真的是实打实的。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全球合作倡议，多年来在非洲方向受到普遍欢迎。就在1周前，中国政府与中非共和国政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53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52国以及非盟委员会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非洲成为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合作的带动之下，中非互联互通加速发展。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铁路，肯尼亚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著名蒙内铁路，刚果共和国国家1号公路等项目相继通车。吉布提多哈雷多功能港、多个洛美集装箱码头等，有效提升了当地的转口贸易能力。“一带一路”项下的重大项目数不胜数，为地区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的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方大力帮助非洲发展的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对中非合作提出无理指摘，包括炒作中国给非洲制造了所谓债务陷阱。面对日本共同社记者的提问，发布会上多位发言人回应表示，债务陷阱的论调是陈词滥调，在国际上已经被很多政府、学者、研究机构通过各种各样的研究加以驳斥。这个叙事本身这几年虽然反复的被引用，但是呢，它逻辑上它是有问题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
那么要发展就需要资金，不能说过去历史上西方国家，包括你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那就叫发展援助，那就叫 ODA，那么中国现在提供的，就叫做债务献金，这个逻辑不成立。我们还要关注当事国的态度。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西方的媒体有没有捕捉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站出来说中国确实给我们制造了债务陷阱，没有。债务陷阱的故事都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媒体炮制出来的。立陶宛允许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给中立关系带来极大损害。在中国宣布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后，中方周五证实，已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正式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随着外交关系降级，两国的经贸合作也受到负面影响。但立方此时选择抱紧美国大腿，并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价值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指出，这再次表明立陶宛挑衅行径的背后，有人在撑腰打气、操盘指使，早有预谋。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暂停领事服务的通知。通知称，因技术原因，领事业务自2021年11月25号起暂停，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周五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介绍称，11月18号，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开创了恶劣先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政府已宣布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11月26号，中国外交部正式召会立陶宛外交部，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并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称谓。中方这一举措是对立方损害中国主权的正当反制，责任完全在立方。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周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举行的视频会晤中，也就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所谓代表机构表明严正立场。王毅强调，立陶宛一意孤行、背信弃义，在中国建交国中首个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机构，此举严重违背了建交时所做的承诺，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坚定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任何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行径。西雅尔多回应称，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影响和改变匈牙利对华友好政策。匈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王毅外长呢，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呢，等于是呢再一次宣示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非常坚定不移的立场。立陶宛在这个台海问题上呢，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件事情本身呢，确实有可能引起一定的连锁反应。所以我觉得王毅外长呢，利用和匈牙利外长的这个会谈呢，做出这样的反应呢，是非常的及时的。在中立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后，外界关心这一变化给两国经贸合作产生哪些直接影响。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周四表示，立方行径严重影响了中立两国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的信心，立方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切实履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为中立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耐人寻味的是，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本周访问美国。他在接受采访时称，自从该国今年夏天宣布允许台湾设立所谓代表处，每隔几天就有一家立陶宛企业表示其在中国的生意停滞了。但他一方面声称受到经济压迫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外交政策上的独立决定，另一方面，立陶宛又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价值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反问道：“如果真像立陶宛外长所言，立陶宛政府仍然能够在外交政策上做出独立决定，我想问一问立陶宛外长，现在正在美国做什么？”这再次表明，立陶宛挑衅行径的背后，有人在撑腰打气、操盘指使，早有预谋，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立陶宛不惜以损害中国主权为投名状，换取贷款，这种交易不道德而且危险。立陶宛背信弃义，不顾中方严正交涉，不顾国际公理和正义，为大国火中取栗，终将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为实现自身政治目的，不惜威逼利诱他国充当炮灰，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国家所为，最终只会害人害己。此外，反中乱港分子罗冠聪在社交媒体发消息称，在美国会见了立陶宛外长、副外长等人。赵立坚周五对此回应称，罗冠聪是被香港警方通缉的反中乱港分子，立方此前公然制造一中一台，紧接着又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张目，立方所作所为让人们对其同反华分裂分子沆瀣一气的真实目的一目了然，玩火者必自焚。我觉得立陶宛这一次行为的这个前因后果呢，就是昭然若揭，应当说他现在是充当了美国的这个急先锋。我相信呢，中国惩罚这个立陶宛的相关的举措呢，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手段呢，并没有用尽，所以我们还要看立陶宛下一步的表现呢。我觉得呢，立陶宛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呢，有可能进一步承受来自于中国的压力。除了插手中国内政，立陶宛还妄图将体育活动政治化。立陶宛教育科学与体育部长尤尔吉塔·舒格日迪尼埃内已表态宣称，不会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另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消息，立陶宛17名反华议员煽动该国政治领袖、体育机构和运动员放弃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立陶宛国家奥委会周二作出回应，拒绝抵制北京冬奥会。其发表的最新声明称，国际奥委会坚持政治中立，各国奥委会都有义务参加奥运会，否则将有受到国际奥委会制裁的风险。该声明还特别强调，奥运会是全世界全体奥林匹克运动的盛会。中方已经多次强调，北京冬奥会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奥林匹克旗帜下增进友谊的平台。所谓抵制，损害的是4年磨一剑的全球冬奥健儿的利益，损害的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利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指出，就北京冬奥组委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1月17号，来自欧洲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奥委会已经提交了14000多条注册申请，仅美国奥委会就提出了1528条。一边是个别国家政客炒作抵制，一边却是这些国家的奥委会选手纷纷申请注册参加北京冬奥会，两边画风形成鲜明对比，这也充分证明了抵制根本不得人心。我们也相信，一切有违奥林匹克精神的政治操弄都将销声匿迹，象征和平友爱的奥运火种一定会在鸟巢熊熊燃烧。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承认，由于此前他们批准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当前立陶宛正在面临着经济上的短期损失与痛苦。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很显然，这意味着在立陶宛一意孤行，允许台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中方施压的力度不仅正在加大，而且施压措施还是立体与全方位的。第一个层面的施压显然是集中在外交层面，并且是逐步升级和深化的。先是召回了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后是将中立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了代办级。今天中方又证实，已将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表处。第二个层面便是经济上的。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年以来，无论是在直接面对台湾的时候，还是在面对公然支持台独、破坏一中原则的其他国家，中国大陆庞大的经济体量，尤其是庞大的市场，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根据立陶宛方面的说法，不仅中国企业在逐步切割与立陶宛企业的联系，而且一些跟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大型跨国公司也在采取相应的行动。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层面的牌没有打出来，那就是中国在政治上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尤其是中国所拥有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未来假如立陶宛跟其他邻国产生了主权纠纷，尤其是爆发了冲突，并且需要安理会帮助的时候，中国就会甩出这张牌。巧合的是，恰恰在这个时候，立陶宛与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的地缘局势正处于紧张状态，并且还在升级过程当中，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而立陶宛今天的困境，也就再度证明了中方有关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土主权这样一个表态，不仅并不是一句戏言，而且是掷地有声、说到做到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方动用了全方位与立体式的手段来惩罚立陶宛，但是截至目前为止，这些手段仍然是处于了逐步升级状态下的。为了惩罚立陶宛，中方并没有将立陶宛一棍子打死，尤其是没有跟立陶宛断交。这个也就意味着，中方的良苦用心仍然是为了迫使立陶宛回心转意，撤销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而不是要将立陶宛彻底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我们看到，在允许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引起中立外交关系紧张后，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近日访问了美国，并号召整个欧盟跟随美国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参与。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认为，在遭到中方全方位与立体式的制裁措施之后，立陶宛向美国与欧盟伸出求援之手，是在预料当中的。实际上，作为一个跟台湾地区并没有多少经济瓜葛，更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国家，立陶宛之所以执意要在台湾问题上充当出头鸟，除了其在冷战期间曾经遭受前苏联统治，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偏执情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立陶宛认为，截止目前为止，他们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与安全风险，就是来自于卧榻之侧的强大的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强出风头，就是为了投北约，尤其是美国之所好，向美国递交一份投名状，以便让美国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对冲掉来自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压力。而在我看来，要是没有美国在背后撑腰，立陶宛这次压根就不敢站出来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同样，接下来要是得不到美国与欧盟持续且强而有力的支持，光是凭借立陶宛的实力，未来他在跟中国掰手腕的时候也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因此中国与立陶宛博弈的本质，其实是中国与美国以及欧盟在博弈。这个也就意味着，中国与立陶宛围绕着台湾问题的博弈，尤其是中国与美欧围绕着反对立陶宛还是支持立陶宛而展开的博弈，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它甚至是刚刚才开始。而在这场中美博弈过程当中，由于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中的核心国家利益，因此中国一定会凭借举国之力，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一中原则。相反，虽然为了奖励立陶宛，美国已经给了立陶宛6亿美金的信贷支持，但是相比较起来，美国在支持立陶宛的时候，不仅拿不出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和意志，就连拜登政府对外使用的每一块美元，都必须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同样，美国做不到这一点，由27个国家组成，目前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下的欧盟，就更加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中国与美欧围绕着反对立陶宛还是支持立陶宛而展开的博弈过程当中，
美欧虽然把意识形态的调门拔得非常高，但事实上势与力的优势并不在他们这一边。只要中方拿出自己的决心与耐心，并且拿捏好策略上的分寸，还是有很大机会能够赢得这场博弈的。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德国的新一届政府姗姗来迟，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3党联盟组成，并协商出由社民党的舒尔茨于12月6号出任总理，宣告长达16年的默克尔执政时代正式结束。而新政府联盟的组阁协议中不仅提到了中国12次，还对台湾问题等说3道4，是否意味德国对华政策将有大调整？金陵、管瑶独家观察。德国新一届政府姗姗来迟，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3党联盟组成，并协商出由社民党的奥夫拉·舒尔茨于12月6号出任总理，宣告长达16年的默克尔执政时代正式结束。而新政府联盟的组阁协议中不仅提到了中国12次，还对台湾问题等说3道4。中国外交部周四表示，希望德国新政府延续务实的对华政策，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维护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由于此次大选没有党派的支持率达到30%，所以德国新政府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3党联盟组成。因3党代表色分别为红色、绿色、黄色，因此这一组合被德国媒体称为红绿灯组合。周三，3党就联合组阁协议达成一致，社民党的舒尔茨将成为德国下一任总理，取代领导德国16年的默克尔。但在新政府联盟的组阁协议中，不仅提到了中国12次，还首次公开提到了中国新疆、香港和台湾这样的敏感涉华问题。除了针对中国的红线问题，协议还强调了合作伙伴、对手、竞争者的概念，而且侧重了竞争和对抗的比例。德国新政府这样的态度与欧盟的对华政策更为一致。有分析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德国新政府的相对自主性将较默克尔时期变低，德国的欧盟领导地位将逐渐弱化。这份协议还将中国定义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提到了所谓人权、跨大西洋密切合作、南海争端，呼吁德国制定全面中国战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德国在这个与中国互利合作的这几十年的历史中，一定是清楚知道中国在涉台问题上的底线的。这也是我们看到他在强调这个一中政策，这个是核心底线。所以我不认为整个德国这个政府在涉台政策上原则上会有一些根本的转变。此外，舒尔茨的对华政策适合态度也成为各方的关注点。根据舒尔茨的履历，曾任汉堡市市长、联邦财政部长。作为世界大港、工业制造业中心的汉堡，在德国对外经贸上有非常突出的作用。汉堡市也是多条中欧班列的必经之地。舒尔茨曾多次访华，寻求商贸合作。而身为联邦财政部长的舒尔茨，在胜选后表示了倾向于默克尔的对华政策，也看好中国的投资协定。德国电视1台分析称，相比新外长贝尔伯克，德国新总理舒尔茨对华将更为友好。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在重视中国，但是怎么去平衡这个和中国打交道过程中的利益与价值，怎么去看中德关系的相互依赖，最终我们重回到中德务实合作。这一点，我认为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总体来看，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对于中德关系的走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回应称，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希望德国新政府延续务实的对华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把精力用在推动中德各领域务实合作上，而不是相反。历届德国政府均秉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德国新政府继续恪守这一政策，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维护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实际上，中德关系不仅影响两国，也影响中欧关系。近期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呼吁维持对华合作。默克尔上周三在接受路透社专访中表示，在德国和欧盟对华合作上，他认为普遍性的脱钩并非正确选择，这将令德国和欧盟遭受损失。他强调，德国和欧盟应延续对华合作并相互学习。
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信息，中国市场在出口领域对德国企业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机械工程、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电气工程和化工领域。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上周6表示，虽然疫情给世界经济和国际交流持续造成困难，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德各领域合作展现出强大韧性。今年前3季度双边贸易额已超过1700亿美元，增速高达27%，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吴肯表示，期待以共同庆祝中德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与德国新一届政府继续保持合作，让中德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中德经济的这种依存度还是很深，所以我们说用政治的这种逻辑去试图改变这种经济的运行的一个规律，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它还是会有难度的。知新闻引述专家观点认为，经贸关系是中德关系的基石，只要双边经贸关系能稳定，中德关系不会发生逆转。绿党由反对派变为执政党后，预计未来对华表态也会收敛些。此外，重视环保议题的绿党参与执政，也意味着中德在新能源领域有更多合作空间。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德国新政府阻隔谈判成功，63岁的现政府副总理兼财长舒尔茨将接任默克尔，红绿灯3党执政联盟即将起航。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这意味着呢，德国政坛即将正式进入到后默克尔时代。这也意味着德国政坛自2战后首次出现的3党执政联盟呢，即将正式起航了。那么从程序上来说，社民党、绿党以及自民党这3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呢，需要各自这个政党的党内审批，走完程序大概还得要10天左右。所以呢，这10天也是默克尔他作为看守总理的最后时光。那之前他经历了最漫长的一个权力谢幕，和包括中国元首在内的大国领导人一一告别。习近平在与其通话时高度评价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欢迎的大门随时向他敞开。那观察德国选举政治我个人有一个结论，就是呢，它几乎就是美国选举政治的反面。那么特朗普式的政客很难在德国政坛找到生存的土壤。那么就拿即将走上总理大位的这个舒尔茨来说，他呢也正是特朗普的反面。德国《明镜周刊》公开形容舒尔茨思考能力强，但是呢沟通能力差，甚至还有媒体调侃他是所谓的 Schwarzmat， 是所谓的舒尔茨机器人。那么政治家个人魅力是欠奉的，但是呢务实低调，不讲大话，不搞煽动，恰恰是德国老百姓最看重的一个政治品质。那么默克尔走了，他所带领的基民盟、基社盟成为国会的最大反对党，但是呢，默克尔式的这个政治传承仍然在延续。理论上，舒尔茨现在还是默克尔的副手，他在副总理以及财长的任上做了3年，甚至呢，在德国政坛赢得男版默克尔的绰号。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像特朗普般一进白宫就忙着撕毁前任签下的一堆协议，那么令到后任拜登在气候大会这样一种国际场合来为特朗普的冒失向全世界道歉，那这样一种权力政治相互否决、不断翻烧饼的美国式的折腾，在德国政坛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也预计舒尔茨走上大位，红绿灯3党联盟正式起航，德国政治呢走向不会发生根本性、颠覆性的变化。固然3党政治理念与政策取向与基民盟、基社盟有别，但是呢，德国权力政治的稳定性与政策延续性都是可以预期的。当然呢，3党执政联盟毕竟在德国政坛还是第一遭，那么确实呢，也面对着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那么红绿灯执政联盟面对哪些问题与挑战呢？3党内部如何有效分配权力、协调利益，而3党的执政理念与政策主张如何全面磨合，这呢将最终决定红绿灯执政联盟能够走多远。已经公布的联合执政这个协议文本长达170多页，这正是3党过去2个月持续会商、谈判乃至妥协的结果呈现。普遍预期，那么3党联盟内的2个中型政党，也就是绿党和自民党，他们呢都将获得内阁的重要职位。其中呢，绿党党魁也是今年大选总理候选人的这个
贝尔伯克，他呢将会出任外长，而绿党另一位的联席党魁哈贝克将会出任副总理。至于财长这一内阁中权力系数最高的职位，预料呢将会由执政联盟的第三党，也是亲商的自民党党魁林德纳来出任。那么就即时挑战来说呢，最紧迫、最严峻的还是新冠疫情。目前呢，欧洲大陆新一轮的这个疫情来势汹汹，邻国捷克甚至上演了罕见的一幕。总统杰曼昨天上午刚出院，结束40多天的重症治疗，那下午呢就因为确诊再度入院。德国疫情啊，现在同样是压力山大。昨天新冠死者数累计已经突破10万大关，单日确诊呢达到75961宗，创下疫情之最。那么令形势更加复杂化的还有新冠毒株的最新演变。今天呢，世卫组织已经紧急会商来研判，在南非率先发现的最新变异毒株是不是会比德尔塔更有毒性、更有传播力，会不会更容易突破现有疫苗的保护机制。有鉴于此呢，看守总理默克尔已经要求新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控制疫情。但是呢，舒尔茨率领的执政联盟周二晚在和默克尔会面时啊，已经否决了对方提出的全国再次封禁的这个动议。舒尔茨的战役思路是强化疫苗注射。目前呢，德国成人的疫苗接种率是68%，低于西欧国家的平均水平。此外，疫情之下经济如何提振也是红绿灯联盟的急迫课题。那么，联合执政协议已经明确将会把德国的最低工资调升到每小时12欧元，预料呢将会覆盖5%的德国受薪阶层。那么，这被 CNN 标题解读为德国将为近200万工人加薪25%。但是呢，德国央行已经公开唱反调了，声称这一动议啊令人担忧，将会给中高薪者的他们的薪资呢带来连锁反应，会全面加大德国的通胀压力。加薪这把火，柏林新政府能不能烧得起来，也还要观察。那么，德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又将如何定位？对华关系会否出现新变化乃至调整？舒尔茨之前呢已经多次阐释德国新政府的外交路线，他强调保持和法国的友谊和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对主权欧洲的强调与重视，将会成为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那么，舒尔茨也已宣布将会延续德国总理的外交传统，选择法国作为首访国。那么，谈到对美关系，舒尔茨的观察呢非常到位。他声称说，拜登其实也是美国优先的主张者，他呢只不过相比特朗普要更礼貌一点罢了。年仅40岁的绿党女党魁贝尔伯克将会出任外长，操盘德国的外交政策，这呢也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那么，鉴于绿党一贯主张价值观外交，在人权和劳工等等问题上相对高调强硬，那么德国外交政策呢恐怕会出现新的变化。红绿灯联盟的组阁协议中啊，有多处提到了中国，明确德国新政府将会以所谓3个关系来定位中德外交，也就是伙伴关系、竞争关系和系统性对手。那么这和美方的3分法有相似之处，但是呢，美方所谓需对抗时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调门更加高。协议也强调，德国应该在欧盟的共同的中国政策框架下来发展对华关系，同时呢，来加强美欧之间的中国政策协调，包括德国新政府未来对价值观外交、对人权议题的关切，会不会转化为双边关系的这个压力，也被关心中德关系走向的人呢高度关注。但是呢，事实上，中德作为亚欧2洲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合作空间和动能啊，早已经被全面激活。还是以这一份组阁协议为例，那么他呢就特别强调要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急迫性置于德国新政府各个行政部门施政的一个首要位置。那恰恰是在气变领域，中德呢存在巨大的互补性与合作空间。默克尔上周的天真说在欧洲大陆被广泛引述，这位在战后深刻影响并且塑造德国国家进程的政治家说，对于同某些伙伴间的合作关系，德国最初的态度啊可能是过于天真的，但是呢，在当今世界局势下，德国以及欧洲都应该加强同中国的全面合作，保持同中国间的相互学习。我认为，对默克尔这一番充满政治智慧的由衷表白，蓝版默克尔用心听，听得进，消化了，
必将成为它的一个最佳政策锦囊。中德关系的明天还是可以看高一线。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